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全球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乌协商28点和平计划，卢比奥表示取得巨大进展。以军贝鲁特定点袭击，斩首真主党军事指挥官。中共扬言可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公开反驳。特制装翼助力人类实现几乎像鸟一样飞行。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和乌克兰高级代表周日在瑞士日内瓦展开会谈，逐条讨论川普政府提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中途表示，会谈取得了巨大进展。周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都出席了美乌日内瓦会议。乌方代表团则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率领。We have a very good work product that was already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input from all the relative parties involved here. 在会议间隙，双方肯定了磋商取得的进展。卢比奥表示，美乌代表正在努力就提案内容做出一些修改和调整，希望进一步缩小分歧，并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他对此充满信心。I think this is a very, very meaningful, I would say, probably best meeting and day we've had so far in this entire process, going back to when we first came into office in January. 有知情人透露，乌克兰以及基辅的欧洲盟友提出，只有在当前战线停火后，才可能与俄罗斯讨论领土交换。同时，希望推出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安全保障，且主张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用于乌克兰重建等。在美乌欧敲定了协议细节之后，最终版本必须交由两国总统签署批准。这次会谈是在紧张的氛围下进行的。就在会前不久，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批评乌克兰领导层对美国的努力毫无感激，而欧洲仍然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表示，乌克兰感谢美国，感谢每一位美国人民，尤其感谢川普总统提供的援助，拯救了乌克兰人民的生命。他同时也感谢欧洲7国集团和20国集团的所有帮助，并强调保持这种支持至关重要。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声明中阐述了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3个要素。First, borders cannot be changed by force. Second, as a sovereign nation, there cannot be limitations on Ukraine's armed forces. Third, the central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securing peace for Ukraine must be fully reflected. 川普给乌克兰就和平计划的最后回应期限是在周4前。德国总理梅尔茨认为，28点计划的内容太多，要在未来几天内完全敲定一份乌克兰可以接受的方案，恐怕很难实现，但或许可以迈出关键步骤。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以色列周日表示，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一次定点空袭中，击毙了真主党实际总参谋长海瑟姆·阿里·塔布塔拜。来看报道。以色列军方周日表示，他们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袭击了一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塔布塔拜。And a short while ago, the IDF attacked the Hezbollah chief of staff in the heart of Beirut, who led the strengthening and arming of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ordered the attack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defense minister and the IDF chief of staff. Israel is determined to act and achieve its goals anywhere and at all times. 报道称，3枚导弹射向了位于贝鲁特哈雷特赫雷克地区的一栋9层楼建筑，击中了第3层和第4层。黎巴嫩卫生部报告称，袭击至少造成1人死亡，21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塔布塔拜已被击毙。塔布塔拜被认为是真主党组织的资深成员和核心人物，地位仅次于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他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包括精锐部队指挥官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行动负责人。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2024年末，在真主党大部分领导人被消灭后，塔布塔拜实际上负责管理对以色列作战。צה"ל חיסל את עלי טבטבאי, רמטכ"ל ארגון הטרור חיזבאללה. טבטאי הוא רב מרצחים. ידיו מגואלות בדם של ישראלים ואמריקנים רבים. 塔布塔拜1968年出生于贝鲁特，自2016年以来，美国一直通缉他，并悬赏500万美元征集有关他的资讯。据美国国务院称，塔布塔拜还曾指挥真主党在叙利亚和也门的特种部队。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在中日紧张关系之际，中共扬言可援引所谓的旧帝国条约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周日，日本外务省公开反驳了中共的这一说法。来看详细报道。周日，日本外务省针对中共驻日大使馆援引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旧帝国条款公开反驳。此前，中共驻日使馆21号在 X 平台发文称，若战败国再次采取侵略政策的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未经联合国许可，也有权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外务省周日在脸书发文表示，这项条款早在1995年就被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要求尽快删除，早已形同废纸，并说中共国当年也对废除旧帝国条款的决议投下了同意票。另外，日本政府高级发言人小林麻纪周六还斥责中共致函联合国一事，认为中共指控首相高市早苗对台立场完全没有根据，呼吁中方加强对话，以避免两国经济关系恶化。原因是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周五曾向联合国递交信函，信中称，若日本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干预，中方将无力回应，同时指控高市早苗的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及外交行为准则。日外务省则强调，日本对和平的承诺不变，并驳斥中共的说法完全不可接受。高市早苗在11月7号日本国会发言，强调若中共对距日本仅100公里的台湾发动攻击，可被视为威胁日本存亡的情况，可以出动自卫队武力防卫。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已持续2周。对高市早苗的言论，日本每日新闻周末民调显示，50%受访者不认为有问题，远高于回答有问题的25%。日本餐饮业者也表示，自中共警告公民避免前往日本以来，并未察觉销售额有任何直接影响。同时，有大陆旅行社表示，赴日旅游需求依旧强劲。G20峰会22号在南非召开，出席峰会的中共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并未爆出任何互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为报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中共军队近日连续3次在黄海进行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对区域安全的高度关注。不过，日本朝野对此相当淡定。来看报道。11月23号，中共大连海事局发布禁航令，称共军将在渤海海峡及黄海北部部分水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舶在12月7号前驶入该水域。而该水域是中国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战略位置非常敏感。11月中旬以来，中共海上军事行动不断，先是17号到19号在黄海中部进行了3天实弹射击，紧接着18号至25号在黄海南部进行8天军事演习，目前又封锁了黄海北部，紧张局势将持续到12月上旬。有分析指，在短短2周内，黄海中南北相继沦为演习热区。中共要借这种全海域的密集接力演习，加强对日本的军事施压。在这之前，中共还通过经济报复、外交羞辱等手段对日本进行连环施压。对此，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喊话克制。中国对日本进行的复合式攻击，严重冲击了印太的和平稳定。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不过，中共的多方施压不但没让日本收回言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反而再创新高。周六，日本外交部还直面回击中共致函联合国，指控日方的做法。不但高市早苗没有退让，日本的国会没有退让，连日本的民众看到中国这样的张狂跋扈，看到中国这么咄咄逼人，这样一种霸凌的恶霸的形象，反而呢激起了全日本人上上下下同仇敌忾。
美国方面多次力挺日本，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上将近日访问日本，他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中共海军的动向。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荣誉综合报道。再来关注，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美国即将在未来几天对委内瑞拉展开新一阶段行动，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施压。根据4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集结了几个月。川普总统已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包括推翻马杜罗在内的多项选项。美方认为马杜罗涉及非法毒品供应，导致美国人死亡。目前新行动的具体时间与范围尚未确认，白宫与中情局拒绝置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已发出潜在危险情况警告。3家国际航空公司周6取消了自委内瑞拉出发的航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池晓综合报道。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台湾发放民防手册，台湾官员表示反击中共认知战。随着台湾紧张局势日益升温，中华民国政府近日公布了新版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11月21号，台湾高级官员林飞帆亲自在台北发放这本手册，并表示中共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中华民国政府今年9月公布了新版《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内容包括遇到天灾以及遭到中共军事入侵时如何应对的指导信息。手册中还强调，任何声称台湾投降的说法都应被视为假消息。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飞帆负责监督这本民防手册的计划与实施。他21号在台北一个住宅区挨家挨户发放这本手册。大陆比较恐怖啊，大陆威胁我们台湾很久了。对我们台湾，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压力，很大的压力啊！这个中共才是这个整个区域地缘政治当中的这个 trouble maker。那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透过所有的努力去确保台海和平稳定能够被延续，也确保现状不会被单方面的破坏。虽然这本手册引来中共国台办的不满，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说，反认知作战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台湾民众人人都具备应有知识，与国际接轨。无论中共高兴与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表示，台湾有事可能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日本或行使集体自卫权。此言令中共跳脚，从外交羞辱、经济报复到军事挑衅全面上阵。自11月中旬以来，中共在黄海密集接力演习，加强军事施压。林飞帆表示，日本获得了台湾最高级别的支持。中共的军演，它的目的其实很清楚，是为了军事扩张跟武力的扩张。我们当然密切都在注意这个中共在黄海的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跟军演。那我们对于这个中共单方面片面的去破坏这个区域的现状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严厉的谴责。那我们也要对日本表达这个最高的这个支持。近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自己吃日本寿司的图片，以表达对日本的支持。他同时喊话中共要克制，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综合报道。来看本期的两岸扫描。11月18号晚，江苏科技大学发布通报称，今年9月，学校收到教师郭伟涉嫌学术不端的举报，经调查，举报属实，该校已经将郭某解聘，并向公安局报案。据其家属透露，郭伟目前已被关进看守所。在此前公开宣传中，49岁的郭伟拥有国家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国际纳米材料领域知名专家、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等多重头衔。他还发表过170余篇 SCI 论文，手握68项国际专利。在这种背景下，郭伟于2023年被江苏科技大学以首席科学家身份聘任为材料学院博士生导师，但很快他被指履历全面造假。此外，郭伟被接在入职江苏科大前已是债务缠身的老赖，被多家法院限制高消费。
中国房地产崩盘，多地房价急剧下跌，出现白菜价。近日有河南网民称，花8万元人民币在山东威海乳山网购了一套70平米的海景房。这名网民表示，目前这套海景房已经过户成功。搜索发现，这套海景房是位于银滩东部，位置较偏僻的小区。目前多套银滩海景房正在网上拍卖，面积大部分为50到100平方米，起拍价为1万元左右。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流感流行季，多地医院爆满。广州和深圳都有家长反映，孩子班里请病假的学生几乎占到一半，导致停课。据11月17号广东疾控中心公布的流感监测周报，11月3号到9号，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标本的流感阳性检出率超过30%，以甲型 H3N2 为主。除广东外，中国多地医院爆满，儿童青少年患者激增，不少学校停课。11月22号，山东滨州市博兴县一家肥牛火锅店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10多人用餐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经调查发现，原来是服务员把燃料加入锅底。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名值班经理为证明锅底没问题，当场连喝了几勺火锅汤底，结果也出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医。事件导致11人住院，现在仍有3人住院观察。目前涉事门店已被暂停营业。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Z 世代信用评分下降怎么办？这些简单方法很有效。美国信用评分公司 FICO 统计，在过去的1年里 ，Z 世代年轻人的信用评分下降了3分，是下降最多的年龄层。怎么样来提高信用评分？本台记者斯蒂芬妮·考克斯邀请到了财务规划公司老板劳伦斯·斯普朗，他给出了3大建议。欢迎您。首先，请问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Yeah, so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rising delinquencies on credit cards. 我们看到的是信用卡违约增加了，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先买后付贷款，再加上生活成本上升，这些压力都在造成影响。但也有好消息，即使信用评分下降，也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能养成一些简单的好习惯，很快就能扭转局面。来看看具体情况。对年轻人来说，怎么改善信用评分呢？ Yeah, so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is you have to be very mindful of, missed payments. 是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要特别注意逾期付款和欠款余额，这2点非常重要。要按时付款，不只是你想付的时候，而是每一次都按时付。每次付款都很重要，因为你的还款记录，尤其是按时还款，占 FICO 信用评分的35%以上。即使是一次小小的延期付款，也会导致你的分数下降60到100分。所以你要做的是养成准时付款的习惯。如果你还没做到这一点，那就从今天开始，那你肯定会重新建立起信用。说到预算和提前规划，还有一个提升信用评分的方法，就是控制使用信用的额度。那请您详细说说。Yeah, so I mean the second, big piece of your credit score is what they call 你的信用分数里第2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信用报告上的信用额度使用率。虽然你有一定的信用额度，但他们也会看你实际用了多少。比如你有1000美元的额度，如果你用了100%，也就是1000都用了，那评分就比额度用的少的时候影响更严重。所以你要尽量把使用额度控制在可用额度的30%以下，这样才可以向信用机构证明，虽然你有额度，但你没有用光，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所以我觉得2件事，按时付款和控制信用使用率是我们能掌握的，也有助于维持较高的信用评分。为了解决信用额度使用率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想开新的额度，那这么做有什么影响呢？
Yeah, so be very mindful and careful of that, right? Just 是的，你要非常注意、小心这件事，不要随心所欲的想增加额度就增加。每次你看到选项可以申请信用或新信用卡时，都要记得你的评分多少都会受信用额度使用率影响。所以，只要你目前的信用卡能满足需求，就使用那些卡即可，没必要再增加新卡。这里有一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或没注意到，许多先买后付款的服务跟刚推出时不一样了。他们现在会把你的使用情况回报给信用评分机构，所以同时有多笔短期贷款，甚至增加信用卡，都可能暂时拉低你的分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良好的信用分数这么重要呢？准时付款和保持低欠款余额，能让你省下数百甚至上千美元。比如房贷和车贷，信用一般的人会比信用良好的人在5年车贷上可能多付5000美元的利息，而在30年房贷上，两者差距甚至高达7万美元。所以要保持你的财务绩点高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良好的信用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尤其是刚起步、正在建立人生基础的年轻人。劳伦斯·斯朗普先生，很高兴和您交谈。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特制装翼助力，人类实现几乎像鸟一样飞行。人类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够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本周，奥地利翼装飞行员萨尔兹曼实现了一场最像鸟儿的飞行。来看他在空中的潇洒瞬间。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上空，穿着翼装的萨尔兹曼像一只大鸟自由地飞翔。这套改进后的装备让他自如地在空中调整飞行高度，随意地改变飞行方向，躲避空中的气流，甚至实现急转弯。在整整160秒内，他爬升的高度达到67米，完成多次180度的大转弯，整个过程的高度损失只有不足200米，这是之前完全无法想象，更是无法做到的。And on this one, due to the innovation, the wingsuit foil, and the conditions, I was able to stay in the air. 这套最新特制的翼装在胸前有一个坚硬但轻盈的滑翔翼，服装不同位置的面料也做出一些调整，让萨尔兹曼从高空起跳后能很快获得最大的漂浮力。他在飞行结束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穿这套翼装，感觉很棒。But when I realized it's gonna work, then I mean, I had such a big smile in my face, and yeah, I keep having it still. 现年39岁的萨尔兹曼是全球最资深也是最著名的翼装飞行员。他20岁开始专业跳伞，很快转行做低空跳伞。从业19年，他实现了超过500次翼装飞行，最高飞行速度是今年9月创造的每小时347公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